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占卜的课题是你们在下一段感情当中的恋爱模式，对方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会带给你怎样的转变。那在我们面前呢有4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1组牌、第2组牌、第3组牌、第4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我们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1组牌。首先第1组牌的第1张牌死亡牌，它意味的是彻底的结束，彻底的结束才会让你们迎接来一个全新的周期。那么下一段恋情一定是你们彻底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周期之后才会发生的。如果你们总是在感慨生活当中没有出现新的桃花，可能是因为你们对于过去还有着某些没有释放的执念，让你们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的进入到下一个周期当中。对于过去的执念会影响到你们的未来，所以说在感情上面一定要足够的勇敢和果断。你们要用尽全力的去爱，但是也要不带任何犹豫的告别。所以说你们在下一段感情当中的这种恋爱的风格或者说方式呢，我看到这张圣杯6，对方可能是一个明显高于你们的存在。这个人的出现会给你们带来人格的成长，而且呢他们在感情上面要比你们更加的成熟和理智。而且圣杯6它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信号是在下一段感情当中你们遇到的这个人，你们可能来自同一个地方，有着共同的一些回忆，或者说共同的家乡你们能够打开或者说推进这段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你们对于家乡有着很多共同的话题有着一些彼此相似的成长经历。而星币9和这张权杖8呢，我们可以看到这2张牌结合到一起，说明其实这张权杖8它代表的是一种激情热情你们很容易在一段感情当中失去理智，有的时候可能会被激情和荷尔蒙冲昏头脑。而这张星币9呢，可以看到实际上你们自身是有着很强的能力的，能够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所以说你们对于感情的要求自然也会非常的高，因为这张星币9意味的是你们在朋友圈当中一直都不乏追求者。所以说你们对于感情的要求会很高，而且呢你们的这种择偶呢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拥有共同话题的灵魂伴侣所带来的这种深度的连接而这种连接才能够让你们收获到人格成长并且带来一个自我觉察的契机。所以说虽然你们的身边一直都有追求者，但是你们从来都只会选择自己爱的人。所以说从这张牌面上也可以看到你们自身的各方面条件都很不错，有着不错的学历家庭条件外貌所以说你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并没有一个很大的短板其实这某种程度上会让你们在匹配到合适的桃花的时候变得异常的困难，因为没有短板其实就是一个也就意味的是你们同样也要找一个没有短板的存在所以说你们会很难遇到一个足够让你们心动的桃花。而正是因为稀缺所以说当你们真正遇到爱情的时候就会很容易恋爱上头，失去理智。那接下来的话，你们在感情当中的话会遇到这个权杖骑士和战车所代表的桃花。那这2张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你们2个人可能对方是一个很明确的领导者，他们会带着你们前进。战车牌的话，对方是很有这种野心和欲望的，他们对于人生是有着一种非常强烈的进取心的。这个人的出现可能说在这个人出现之前，你们对于人生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知足常乐，但是这个人的出现会激发你们的斗志你们2个人在这种羁绊之下会彼此互相激励，都想要变得更好，去配得上这段感情。而且呢权杖骑士的话，对方在感情当中会更加的主动你们相对来说会被动一些对方会主动的来追求你们。因为权杖骑士它其实就是一种很主动会很热情的来追求你们
其实你们更多的是等待啊，即使知道自己的单身的原因啊，但是你们还是更加倾向于待在自己的舒适圈内。所以说这个权杖骑士呢，他的性格和你们某种层面上是互补的。他们对于喜欢的一些事情啊，喜欢的人一定是会去主动争取的，而你们其实更加谨慎和保守一些。而且呢，从牌面上来看的话，这段感情啊，下一段感情是有机会修成正果的。那接下来的这几张牌呢，首先第一张牌是 Earth Element Stability， 土元素带来的一种稳定啊，意味的是下一段感情能够带给你们更多的安全感。正是因为你们两个人彼此都能够让对方变得更好啊，所以说你们的生活会步入一个向上的轨道。而第二张牌呢是 South Node Life Stats， 这张牌呢其实意味的是外部环境会带来的一些压力，或者说你们的这种关系的话，可能会存在着一些因果业力啊。那这种因果业力的话，可能会让你们一开始接触的时候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去彼此磨合，而因为你们两个人在性格上面的话，可能是并不是同一个类型啊，它更多的是互相补充的一种性格。但是这种互相补充的性格，一开始你们两个人会因为这种迥异的性格而产生一些可能说摩擦啊，需要一个时间或者说过程去磨合。所以说遇到新的桃花，你们也不要一开始就直接去否定掉对方，尝试着多接触一些，尝试着多花一些时间去接触和了解。它会带给你们一些在接触的过程当中会逐渐的发现啊，对方会带给你们的一些惊喜和改变。那么第三张牌呢，就是 Transform， 这张牌就代表的是一段好的关系能够带给你们人格的成长和自我觉察的契机，你们对待人生的态度都会发生一个极大的转变和成长。而第四张牌的 Mars， 它带来的是一种推动力。那么说下一段感情的话，虽然说你们在性格上面会有很大的差异啊，但是呢又会受到命运之轮的推动而一见钟情。你们两个人的这种相遇和相爱啊，背后是有着某种力量在向前推动着你们发展的。而且呢，这张圣杯6也可以看到啊，你们彼此的共同经历也能够让你们重温过去的一些美好啊，带给你们一些温暖的回忆啊。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共同的经历和话语，能够让你们走到一起啊，共同去对抗这个世界的荒谬和孤独。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首先第二组牌的第一张牌是这个权杖9啊。你们现在可能对于感情的话，心里是很矛盾的，因为你们真的遇到一个很喜欢的人，你们可能反而不会主动啊，你们会克制和压抑自己的情绪，甚至是抗拒，因为你们很清楚，在爱情当中啊，尤其是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如果靠得太近，就会受到伤害，会失望。但是如果爱情离你们太远啊，你们又会觉得生活没有期待啊，所以说你们现在对于爱情其实是有一些防御性悲观的，你们会觉得一切都在不断的重复啊，一切都在不断的重蹈覆辙。而你们呢，就是这个圣杯女皇啊，你们在爱情当中其实是一个很脆弱、很敏感的存在啊。但是圣杯女皇呢，她在感情当中也会非常的坚韧啊。虽然说你们在感情当中受到过伤害，但是你们依然有着某种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那我看到这张宝剑10啊，还有这个权杖5，那么它其实代表的是你们在当下可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艰难的阶段啊。宝剑10代表的是你们正在承受着一些误解或者说质疑、打击，你们可能正在你们这种误解和质疑啊，是来自于当你们坚持想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出一些决定的过程当中啊，会遭受到一些来自于身边的质疑，甚至是打击啊。这种误解或者说质疑也来自于你们身边的这种人际关系带给你们的困扰。而权杖5呢，代表的是你们正在经历的是一种混乱啊，外部的混乱的人际关系向你们涌来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啊，还有一些问题啊，会不断的消耗你们的能量，让你们变得手忙脚乱，
手足无措。你们正在一次又一次的独自面对那些无助带来的崩溃感啊。但是呢，因为这张圣杯女皇，其实你们的精神内核是很强大的，你们也是很坚韧的，所以说你们不会被轻易的打倒。无论是在感情上面受到的挫折啊，还是个人学业上面、事业发展上的不如意，你们都不会轻易的失去信心。而且从牌面上来看的话，这张宝剑6还有就是这张星币5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你们人生的低谷期会出现一个人他们会陪你们度过那些人生的低谷。所以说这个人他并不是在你们光芒四射的时候出现，他反而会出现在你们人生的低谷期。那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人他都只会锦上添花，但是只有很少很少的人能够雪中送炭。所以说你们未来开启的这段关系可能你们外部的客观条件并不是很理想，但是这种不够理想的客观条件反而能够让你们的感情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转机和惊喜，并且呢，这种外部客观条件的不理想的这种状态，反而能够让你们的感情经历一些考验，遇久泥坚，变得韧性十足。所以说这段感情未来一旦开始它就是一段拉不断也扯不开的感情。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因为经历了一段很艰难的岁月，所以说会非常的坚韧，同时这也是非常宝贵的一段经历所以说可以看到对方的话，他是一个这种图像特质的桃花星币2，他们可以把自己的生活那些很复杂的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这个人呢，其实他们的出现能够帮助你们从这种混乱的状态当中解脱出来而且你们两个人可能还会一起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开启新的生活可能是一个周围有很多水元素的地方，或者说一个沿海城市。那接下来的这几张牌呢，第一张牌就是 Libra I Balance， 天秤座带来的是一种平衡，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在下一段关系当中是势均力敌的存在处在这种平衡状态下的关系会让你们感觉到很舒适因为一旦关系失去平衡，如果要靠一个人努力去维系的话，那么这段关系很容易会失去这种平衡而且呢，你们两个人可能会共享彼此的这种朋友圈还有社交边际所以说下一段关系当中确实会给你们带来很多的这种改变，而这些改变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第二张牌是 Virgo I Analyze， 处女座带来的一种完美主义和控制欲。在这段关系当中你们两个人可能有一个人有着比较强烈的这种感情洁癖和完美主义，另一个人呢会有一些控制欲。但是呢，这并不是说你们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无法兼容，因为这几种特质能够在你们彼此相处的过程当中完美的融合。所以说真正的爱它并不是海誓山盟，而是我知道你不完美，但是仍愿意和你白头偕老。第三张牌呢是火元素，火元素它带来的是一种感情会迅速的升温，就是说之前积蓄的能量会瞬间爆发，关系到了某个节点上就会迅速的发酵。而且呢，射手座它其实自身就有着某种幸运的光环，而且呢，它也预示着你们自身的这种性格特质是很奇怪的那种外热内冷的类型表面上的热情是你们对外展现出的模样，但是你们会把另一副面孔留给自己所以说射手座的这种特质让你们在感情当中会缺乏一些安全感，哪怕再喜欢也不会主动的流露出来，除非对方明确的表达好感，你们才会把内心的感情缓缓的流露出来所以说你们内心的那种热情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你们努力想向外界展示和维系的一种形象。对于下一段感情的你们也是这样的一定是对方要先表达好感和喜欢，你们才会进一步的去考虑这段感情。当然其实这些特质也没有办法定义你们这些特质其实也不分好坏的，因为正是这些特质成就了最真实的你们，也恰恰是这些特质能够让你们找到最合适的人。所以说不必对自己太过苛责，也许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陪你们走向终点，但是在道路的尽头一定会有一个对的人在等着你们所以说请你们保持期待。
保持相信。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首先呢，第3组牌我们看到这张星币1还有圣杯2，那么代表的是你们未来遇到的那个人，其实他们现在正在一点点的向你们靠近。星币1代表的是他们可能会突然的出现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它代表的是你们日常生活运转过程当中所出现的一个很不一样的人突然的打破你们的这种重复和循环的生活。而且圣杯2呢，代表的是你们两个彼此之间的话会有很多共同的话题。而且圣杯2这张牌，它代表的是这段感情并不是单方面的，而是说它是一段双向奔赴的恋情。你们对于彼此都有很明确的好感。而从牌面上来看的话，你们的这样的下一个桃花呢，它是一个风象特质和土象特质相结合的，就是说在遇到你们之前的话，其实对方还是一个蛮封闭的存在他们对待大部分人都是很冷漠的。可能是你们的出现改变了他们的一种生存状态生活状态，他们对你们会有一种偏爱，或者说在你们面前会展示出来一些不一样的特质可能会有一点天真，甚至是幼稚的一面。所以说这段感情能够让你们两个人的话，并不是说会让你们两个人变得复杂，而是能让你们两个人重新抵达天真。而且呢，对方的这种土象特质会让他们的人生一直都在稳步前进，而且他们会很擅长规避风险是一个很现实也很理智的存在。他们的这种土象特质其实也代表的是一种真诚他们手里捧着的这颗星币会和你们之前接触的那些人不一样会少很多油腻感他们会让你们觉得你们是一个很真诚的很真实的人他们给你带来安全感的方式就是他们会非常认真的去和你们讨论关于你们的未来。所以说这个风象和土象特质结合的桃花，其实他们不是很擅长于表达，他们只会踏踏实实的用心去做一些事情去打动你们。而你们的话其实是这个权杖10就是说你们在一段感情当中压力是很大的，你们会想很多关于未来的事情，同时你们对于自己的标准和要求也很高让你们不会轻易的去开展一段恋爱。而且呢，这张权杖10也代表的是你们正在面临很大的工作压力或者说学业上面的压力。你们现在被困在了自己的人生当中会感觉自己慢慢变成了一座孤岛，就像这个吊人一样被绑在木桩上动弹不得。教皇牌的话是代表的是你们未来的这种感情的话会有一些现实层面的因素的阻碍。比如说你们两个人谈恋爱之后会不可避免的异地或者说因为工作和学业的压力让你们不得不被迫分开。这种客观层面的因素其实在你们过去的感情当中也遇到过你们过去的感情其实一直也都不是很顺利。那么接下来的这4张牌呢，而过去的感情不顺利也是因为你们自身的人生成长的过程是比较动荡的，所以说你们也会感慨自己很难拥有一段非常稳定踏实的这种长期的感情。那么接下来的这4张占星神谕卡呢，第一张牌是这个土星回归带来的一种 age， 就是说下一段感情能够让你们迅速的成长起来成熟起来，去真正意义上面对自己的未来共同规划你们两个人的未来它会让你有一种责任感，一种使命感。而这张 Sixth House Routine 呢，代表的是对方会出现在你们的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可能说这种土象特质的话，你们一开始接触到对方的时候会有一点乏味，但是他们其实是很踏实的，也很现实的。他们能够和你们一起去维系生活当中这种日常安稳的日常运转的这种带来的安稳的幸福而第3张牌呢是 Cancer I Feel， 就是说它这张牌是一种共情能力
并不是说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过程，一定是一帆风顺的，它是有着一些像教皇带来的这种客观现实层面的因素和阻碍的。但是呢，这张牌其实代表的是你们会用感性的一面去化解理性层面上的一些问题和阻碍，理解彼此的难处并且能够包容彼此的一些缺点所以说这张牌也代表的是在一段关系当中得到的成长和蜕变，就是你们能够真正的理解一段感情对你们来说意味的是什么？你们两个人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你们的感性在于你们可以为了一段爱情把更多的注意力和目光放在对方的优点上面，而你们的理性呢，则在于你们会为了发展一段长期稳定的关系而克服掉一些在现有关系下存在的阻碍在感情当中变成一个坚定的长期主义者，这都是下一段关系会带给你们的成长和改变。而且呢，这张 Venus Love 就是说你们在两个人在认识到彼此以后，都会更加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你们都希望在这段关系当中，你们在彼此接触的过程当中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所以说下一段感情能够带给你们一些积极的生命能量的，是能够让你们重新感觉到生活是值得期待的，未来是值得期待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四组牌。首先第四组牌的这张权杖4代表的是你们在未来遇到的那个人，你们的下一段感情你们彼此都是很优秀的存在。所以说你们两个人的这种你们两个人彼此的结合，其实能够让你们彼此都变得更好而且你们是优秀且谦逊的存在两个人是发自内心的能够欣赏彼此的。而这张星币6呢，代表的是你们两个人当中对方可能会为你们花很多的钱。他们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因为这张牌象征的是一种慷慨在金钱方面的慷慨，所以说他们的话其实是会有一点这种大男子主义或者说比较强势当然这种大男子主义或者说强势它并不是就是说并不一定是会在男性上存在的，在女性上可能也会有这种强势的特质。那他们的话是这种正义牌和权杖3的结合。那么这种火象特质会让他们拥有很强的行动力，你们在和他们相处的过程当中会发现他们可能会一个人默默的不动声色的会帮助你们把一些事情就已经做好了。所以说你们和他们相处的时候，他们可能不会在语言上面表达很多的爱意他们更多的是把这种爱意体现在细节当中。比如说天冷的时候会多带一件外套见到你就会顺手接过你拎的东西他们的这种爱意是体现在细节当中的，看上去很高冷但是其实心思很细腻。他们就是说你们在感情当中在下一段感情当中其实是比较更加偏向于这种风象特质的，就是说现实当中的你们其实有一点点脱离了世俗的那种感觉你们主动选择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所以说感情对于你们来说，它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存在至少在你们没有遇到灵魂伴侣之前是这样想的。你们有着独一无二的精神世界当然在感情当中你们也会很骄傲，你们更希望对方能够主动发现你们的真心，而不是向对方去主动表达自己的真心。所以说其实你们虽然说有着这种风象特质就是说你们是很擅长于沟通的，但是你们有的时候是不屑于去沟通的，因为你们很清楚懂的人自然会懂你们，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很不屑于去为自己解释一些事情。而这个宝剑的逆位呢，也代表的是你们的这种特质的话会在下一段感情当中，你们两个人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会产生一些误解，或者说沟通方面的阻碍而且呢这张权杖7代表的是你们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你们从来都不是情绪和矛盾的制造者，你们其实从来都只想在感情当中解决问题而已。但是在这个感情有的时候它就是会很棘手你们越想解决问题，
你们会发现，你们解决了一个问题，会有更多的问题冒出来，这些问题似乎永远都没有一个尽头。那么接下来的这4张占星神谕卡的第一张牌是 Third House Messages， 对方从事的工作是有关涉及到这种大量的信息的交换，可能是某种商业贸易啊、互联网啊，或者说在咨询行业的工作，并且你们的人生啊会和对方的人生在工作上面有一些交集。而第2张牌呢是 Destiny， 一种命运的推动啊，你们彼此的相遇看似偶然，实际上是某种必然。而第3张牌呢是 Jupiter Abundance 啊，一种木星，它带来的是富足啊，或者说下一段感情的话，要么就是在精神上带给你们极大的满足感，要么就是在物质上能够极大的丰富你们的生活啊。这种丰盛和富足，并不是说不是精神上的丰盛，就是物质上的富足。总而言之，这段关系它会带给你们某一个方面的极大的满足。而第4张牌呢是这个凯龙星啊带来的 healing 啊，你们在下一段感情当中也会得到疗愈啊。这种疗愈呢，它是发生在某一个瞬间的，也就是说你们在遇到，并不是说你们在遇到下一个人之后就可以迅速的忘掉上一个在你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这个人，虽然说你们可能已经终止了一段关系了，而是说你们在遇到下一个人之后啊，你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会在某一个瞬间啊，在下一份感情当中得到疗愈和成长。可能是对方对你们说的一些话，在相处的过程当中给你们的安全感，能够让你们真正意义上的走出上一段感情。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忘掉上一段感情，最好的方式就是勇敢的去开启下一段感情，并且呢，在上一段感情当中犯过的错误啊，受到的伤害，我们只能够在下一段感情当中避免他们重蹈覆辙啊，并且在上一段感情当中受到的伤害我们也只能够在下一段感情当中得到疗愈。所以说你们自身的这种在感情当中非常感性的特质啊，特别容易让你们一往情深，对于爱情有着非常偏执的想法。你们自身只要有爱就可以理解一切又包容一切啊，你们在爱中是平和的，是情绪化的，是情绪稳定的，但是又充满了幻想啊，是能够在爱中自我疏导和自我疗愈的。所以说这种疗愈啊，并不一定是对方带给你的，只要你们能够在爱中，你们就是可以自我疗愈的。所以说千万不要让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啊，你们是要有爱的。这种爱可能也并不一定是对方给你们的，你们自己也可以给自己爱啊，自己也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来讨好自己。所以说在你们的生活当中一定是要有爱的啊，在过去曾经在爱情当中受到的伤害，只要你们坚定不移的相信你们能够在未来拥有这些爱，那么它一定是可以被疗愈的，可以被治愈的，因为只有爱和家庭才是最好的良药。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